我做了姐夫的续弦，却又在半年后做了魏王人。姐姐的孩子继了皇位，我成了太后，却无权无势，最后沦落到给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提灯。我成为了太子的续弦，陛下亲下的旨意，爹爹娘亲在此感激涕零，全家欢天喜地，没有人在意我到底愿不愿意。吱呀一声，宫门打开，里面走出一人，身形高挑，细软带，这夜洒，正是沈爵。他只面无表情扫了我一眼，便缓缓从我身侧走过。等他走远，跪在身边的柳毅忽然小声说：娘娘，与其在这里求太皇太后，不如去求求沈都公。沈爵，我一时有些茫然。沈都公虽是掌印，可如今也管着内廷，娘娘去求他兴许还有用。我低头想了想，支撑站起身。好，你随我去司礼监找沈爵。到了司礼监，我说明来意，立刻来了个伶俐的小太监带我去沈爵的房间。他此时正在书案前批红，见我来了，起身行了个礼，淡淡问：娘娘来找臣有何事？都公，陛下高烧了2日了，不能再拖了，能否请太医去看看？哦，竟有这事。沈爵看了看我，全是漫不经心。娘娘是听了哪个奴婢胡言乱语，告诉臣，臣将他送到慎刑司去调教调教。都公，陛下是真的病了，千真万确。顾觉这副态度让我不由更加焦急，他却仍不动声色，狭长的眼朝门口看了一下。小太监立刻拉着柳叶出去，又关上了门。他不紧不慢地坐回椅子上，似笑非笑看我。娘娘看求太皇太后没用便来找臣了，可臣为何要帮娘娘呢？我走上前2步，低下头，小声说：都公，求求你了。他轻轻笑了一声，声音温和动听。娘娘，求人可不是像你这般的。那你要怎样？沈爵在桌案上随意的看了看，修长的手指点了点一旁的烛台。几年前，娘娘的姐姐前太子妃曾伐臣手举烛台为她掌灯了2个时辰。今日臣也不为难娘娘，只要娘娘能在这为臣掌灯一夜，明日一早晨便去请太医。说完，他静静看我，微挑的眼睛中甚至还带着笑意。好，我毫不犹豫的答应，拿起桌上烛台。站着吗？他又问，一派温和。我咬咬牙，直直跪在他脚边，将烛台举高过头顶。他不再说话，又拿起笔蘸了朱墨开始批红。一时房中寂静无声，竹叶开始一滴一滴落在我手上，带着灼热的剧痛，我的手忍不住开始哆嗦。娘娘莫要再晃了，臣看不清楚了。沈爵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我忙稳住手，强自忍耐，不敢再动。慢慢的，手上竹叶越滴越多，整个手一片麻木，再无感觉。我举着灯，垂下头，心里想着灵儿，也不知再熬这一夜，她的病会如何。我愣愣的想了许久，才回过神来，下意识抬头，却发现沈爵正盯着我，也不知看了多久。昏黄的烛火给他极白的脸上镀了层温暖的光，连平时漠然薄凉的眉眼一次有了一丝温柔。他看着我，眸色幽似潭水。娘娘真与你那姐姐不一样。他也说我和长姐不同，薛锦川、刘芷都说我们不同，我和长姐本就不同。他凭借一腔孤勇，不顾一切闯进东宫，给全族带来烈火烹油，又香消玉殒，似最明亮的流星一般划空而过，而我却要背负着他的灵儿，背负着他留下的一切，在这牢笼一般的后宫苦苦挣扎。沈爵不再看我，站起身来，敲了2下桌面，很快便有几个小太监进来服侍他洗漱更衣，全程悄无声息，更不曾抬头看跪在桌边的我一眼。娘娘，臣要就寝了。他散了头发，穿着中衣坐在床边，少了几分平时迫人的气势。我强撑着跪直，小声说：都公请便，我会守着这灯的。他似乎淡淡笑了一下，放了床边帷帐，翻身躺在床上，一夜无话。我全身疼痛，又挂念着灵儿，一宿没睡。后半夜蜡烛燃尽熄灭，可我仍不敢放下。天蒙蒙亮时，听到有动静，是沈爵起身了。门外小太监鱼贯而入，为他束发、穿夜洒、提靴子、系鸾带。收拾妥当后，他似忘了我一般，直接抬腿出门。我急慌的想站起来追他，却忘了膝盖早已痛得失去了知觉，直接摔在地上。慌乱中只来得及用满是蜡油的手抓住他衣服下摆。都公，一夜了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他长眉蹙了蹙，
盯着我的手。我这才发现自己手上的蜡油弄脏了他的衣摆，忙不迭地缩了回去。小路子，沈觉并不停留，边走边说，你去趟太医院，说是本都的意思，让太医正到承前殿给陛下请平安脉。小侃子，你去万宁宫找掌事宫女柳叶，让她派驾辇月来接太后娘娘回去。我被抬回了万宁宫，柳叶自我在谢府就一直贴身伺候，此时见我手上全是烫伤，膝盖黑紫淤肿一片，眼泪流个不停。那沈觉太过分了，他也不过是个奴才，竟这样折辱娘娘。我担心隔墙有耳，忙捂住他的嘴，小声说，我长姐曾得罪过他，如今他不过是在我这里找补回来罢了，况且他也派人去请了太医到承前殿，只要灵儿没事就好。娘娘，您就是自己太委屈了。柳叶捧着我的手，心疼的不行。我默默低下头，不论是灵儿还是谢家，全都比我重要，我受什么委屈终归是最无关紧要的。傍晚时分，来了个司礼监的小太监，伶牙俐齿的，启禀太后娘娘，督工让奴才给您传话，陛下确实病了，今天服了药已好转不少，请娘娘放心。说着，小太监又拿出2个精致的琉璃罐子。督工还说，太后娘娘不小心在司礼监受了伤，是她的罪过，望娘娘不要怪罪。这药是督工特意让奴才送来的，娘娘每日用，并不会留下疤痕。等那小太监离开，柳叶将药罐重重摔在桌上。这沈觉场面话倒是说得漂亮，轻描淡写便把娘娘受的罪接过去了。柳叶，我一向待他很好，此时却忍不住要训斥他。沈觉是寿春宫的臂膀，掌着前朝和内廷，往后我们还都要在他手下讨生活，你在这般说话不知轻重，只会为我招惹事端。过了几日，承前宫传出消息，说灵儿已痊愈，又恢复了课业和正常起居，我这才放下心来在万宁宫养伤。一会月余，也恢复的差不多。这天，有个小太监来传话，我认出是那日从司礼监送我回来的小侃子。太后娘娘，督工请您今日申时3刻去一趟东六道。虽不知沈觉找我有何事，但他有交代，我也不敢不去。刚刚到申时，我便带着柳毅等在了东六道上。这里有些偏，平时来往的人并不多，我站在道边等着，终于见远处走来2个人影，一个身影瘦削笔直，大红叶洒格外扎眼，我认出那是沈觉；另一个身着明黄，瘦瘦小小的，竟然是让我朝思暮想的灵儿。为了照顾姐姐留下的遗孤，我做了姐夫的续弦，却又在半年后做了魏王人。姐姐的孩子继了皇位，我成了太后，却无权无势，最后沦落到给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提灯。我成为了太子的续弦，陛下亲下的旨意，爹爹娘亲再次感激涕零，全家欢天喜地，没有人在意我到底愿不愿意。连太子妃是大我10岁的长姐，当年长姐嫁给太子也曾是京都的一段佳话。龙章凤姿的太子殿下看上了小门小户的谢家女，非亲不娶，为此还在大殿上公然拒绝了皇后仲业的自家侄女，也是太子自己的表妹大将军薛岳的嫡女薛景宁。最终陛下同意了这门婚事，下旨赐婚，10里红妆，太子风风光光迎娶了长姐谢易安，从此恩爱两不疑。这滔天的富贵泼下来，爹爹和兄弟们一时炙手可热，谢家也成为了京中新贵。可惜1年前长姐死了，留下了独子刘伶，爹爹娘亲如丧口，比他们知道一旦太子续娶，随便哪个世家都能取而代之，落嫁的凤凰不如鸡。当初又得罪了皇后及大将军，长姐不在了，谢家岌岌可危，于是他们想到了我，家中唯一还未出阁的女儿。爹爹找到了太子，抱着5岁的刘伶痛哭流涕，可怜灵儿年幼失势，只有续娶谢家女才能护着她平安长大。太子对长姐一往情深，听了爹爹的话便进宫面圣，不知他们天家父子说了什么，很快便有圣旨下来，谢家幼女谢念卿赐婚于东宫太子。临嫁前，薛锦川来找我，他说：阿念，跟我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北疆，骑马射猎，逍遥自在。我摇头，我父母兄弟皆在京中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他抿了抿嘴，挑眉看着我。阿念，你真是懦弱，连自己终身大事都不敢争取，跟你姐姐差得太远。我默默垂下了头，看着自己裙衫，记起这料子还是长姐在世时赐下的，名动天下的雪断锦。我本就懦弱，更比不上姐姐，当不起小侯爷的厚爱。薛锦川不再说话，只看着我，眼中是毫不掩饰的不屑，最终冷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他是权势煊赫的大将军靖远后之子，是意气风发、张扬不羁的小侯爷，天南海北都可纵马驰骋。我只是个养在闺阁中的女子，14年来连京城都未曾离开过，而且我也没有长姐的刚强与骄傲，更没有她那种为了幸福能不顾所有、孤注一掷的勇气。我只愿父母兄弟平安，长姐留下的灵儿太太平平的长大。婚礼如期而至，经过一整天繁琐的礼节，我蒙着盖头独坐房中发呆。太子走了进来，挑开盖头，静静看我。我对他并不陌生，也曾私下叫他姐夫，而现在他成为了我的夫君。太子刘祉打量了我许久，幽深的目光仿佛想透过我看到另一个人，但最终他眼中泛起了失望。你真的和易安长得全然不像。刘祉面色苍白，眉目间全是忧郁之色，没有一点笑意。以7年前他迎娶长姐时判若两人。姑累了，早些安置吧。他说完便径自脱了戏服，躺在了床上。我独自一人卸了妆，摘了发饰，换了衣服，轻轻爬上床，躺在他身侧，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指，觉得冰凉一片。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太累了，并不知道原来他已病入膏肓。刘祉的病很快便瞒不住了，一来了一波又一波，汤药换了一次又一次，但最终食药无医。他进入了弥留之际，皇帝和皇后都来了，屋里满满跪了一地的人。刘祉断断续续的跟他的父皇母后交代了许久，最后终于看了我一眼。太子妃过来。我先行到他床前，低着头，不知他要说些什么。一定要好好照顾灵儿长大。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太子薨逝，举朝皆哀，而我嫁入东宫不足半年，变成了魏王人。刘祉是嫡长子，与皇帝的父子感情非同一般。大丧过后，皇帝力排众议，立6岁的刘伶为皇太孙，一时几家欢喜几家愁，爹爹激动的老泪纵横。皇后的嫡次子平王刘桢又不知会作何所想，生活还是要继续。我仍旧是这东宫的女主人，却整日深入简出，一门心思只为好好照顾灵儿。就算没有刘祉的临终嘱托，我也会尽全力护着她长大，因为她也是长姐的唯一血脉。时光荏苒，一晃3年过去。今日宫中有人来传旨，竟是司礼监提督兼掌印太监沈觉亲自前来。我不敢怠慢，连忙带着灵儿跪地接旨。皇帝病逝沉疴，要宣我与皇太孙进宫侍疾。殿下娘娘，这就随臣进宫吧。沈觉提了下大红色叶洒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有劳督公了。他年纪轻轻便爬到这个位子，在前朝权势熏天，在后宫又是皇后心腹，我与他说话向来都是客客气气。皇帝的病一日沉似一日，终在这天，赵灵儿、皇后及几位重臣进内殿托孤，我与众嫔妃及各宗室跪在外面等候。隐约间觉得有一道目光似有或无的向我看来，我侧头去寻找，原来是薛锦宁。当初太子因为长姐拒绝了与他的婚事，而她后来嫁给了平王，同样做了他皇后姑姑的儿媳。过了良久，皇后带着灵儿从内殿出来，身后跟着沈觉。他的目光在我们一众人中扫了一圈，自带着上位者的威仪，然后淡淡的说：太子妃随本宫来。来到里间的暖阁，皇后坐在上首的位子，一手揽着灵儿，看了我一眼说：跪下。我闻言连忙跪在她面前。皇后从前不喜长姐，现在更不待见我。长姐当时尚有刘祉，而我现在又有谁能依靠？她背后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薛岳，为保我谢家，我对他一向恭谨小心。刚刚陛下驾崩，传位于灵儿，从今起你便是太后了。不过本宫给你提个醒，无论是朝廷还是这后宫，究竟谁为天谁是主，希望你心里掂量清楚。我叩首在地，多谢母后提点，儿臣明白。他不再说话，只冷冷哼了一声，便带着灵儿走了。母妃经过我身边时，灵儿小声唤我：陛下。一旁响起沈觉的声音：以后要改口叫母后了。他们渐渐走远，没有旨意，我仍跪在暖阁的地上，膝盖开始麻痛。娘娘，赶紧起来吧。回头看，是沈觉又走了回来，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眼角微微上挑，嘴唇微抿，带着一丝薄凉。我站起身来，却因为跪得久了，脚下不稳，一个趔趄就要摔倒。他虚扶了我一下，露出个浅淡疏离的笑：娘娘保重，后面国丧大小事宜还要仰仗娘娘呢。灵儿登基为帝，我这太子妃没做过一日皇后，就成为了太后，住进了万宁宫。这6宫仍旧归原先的皇后，如今的太皇太后掌管，
我只能越发的谨小慎微，其他一切都还可忍受。可皇太后以灵儿以为帝，与在东宫时不同，需她亲自教养为由，不允许我再见她。灵儿只有9岁，之前3年与我几乎形影不离，乍一见不到我，便整日哭闹。太皇太后被闹烦了，便罚她抄书，不许吃饭。我听了这些心急如焚，也曾去寿春宫求过，可只是被斥责一番，仍旧见不到灵儿。这天一早，我正在梳妆，便听到院外有人哭喊，开门一看，是灵儿的贴身侍婢韩旭。娘娘，求您救救陛下。韩旭见到我，便扑通一声跪下。灵儿怎么了？我一惊，忙将她扶起。陛下已经高烧2天了，今日饭也喂不进去，可太皇太后她始终不请太医来医治。我听完，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幸好被身边侍婢柳叶一把扶住。柳叶，快给我梳妆，我要去寿春宫。一路赶往寿春宫，却被太皇太后正在礼佛谁也不见的由头挡在门外。我别无他法，只能跪在宫门外，求寿春宫的掌事嬷嬷。姑姑，请通传太皇太后，儿臣求见。掌事嬷嬷应了一声进去，便再无消息。我越发焦急，想着灵儿，只恨自己没用，在这深宫中护不了她。这6宫仍旧归原先的皇后，如今的太皇太后掌管，我只能越发的谨小慎微，其他一切都还可忍受。可皇太后以灵儿以为帝，与在东宫时不同，需她亲自教养为由，不允许我再见她。灵儿只有9岁，之前3年与我几乎形影不离，乍一见不到我，便整日哭闹。太皇太后被闹烦了，便罚她抄书，不许吃饭。我听了这些心急如焚，也曾去寿春宫求过，可只是被斥责一番，仍旧见不到灵儿。这天一早，我正在梳妆，便听到院外有人哭喊，开门一看，是灵儿的贴身侍婢韩旭。娘娘，求您救救陛下。韩旭见到我，便扑通一声跪下。灵儿怎么了？我一惊，忙将她扶起。陛下已经高烧2天了，今日饭也喂不进去，可太皇太后她始终不请太医来医治。我听完，只觉一阵天旋地转，幸好被身边侍婢柳叶一把扶住。柳叶，快给我梳妆，我要去寿春宫。一路赶往寿春宫，却被太皇太后正在礼佛谁也不见的由头挡在门外。我别无他法，只能跪在宫门外，求寿春宫的掌事嬷嬷。姑姑，请通传太皇太后，儿臣求见。掌事嬷嬷应了一声进去，便再无消息。我越发焦急，想着灵儿，只恨自己没用，在这深宫中护不了她。灵儿，我走近几步，唤她，她立马呆住，想过来，又回身去看沈爵。沈爵微微点了点头，她才跑了过来，直接扑进我怀里。母后，儿臣好想你。灵儿，我抱着她仔细的看，只觉得她长高了一些，却瘦了不少。母后，儿臣想搬去万宁宫与你一起住，可以吗？灵儿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儿臣一个人在承乾宫，又孤单又害怕。灵儿乖。我强忍住眼中酸涩，蹲下为她擦泪。灵儿现在长大了，母后不能总陪着你了，你要好好学功课，做一个好皇帝。我想了想，又嘱咐她，一定要听你皇祖母的话。灵儿点点头，一直在我怀中抽泣。陛下，该走了。一旁响起沈爵的声音，太皇太后那边还在等着。听到太皇太后，灵儿似有些害怕，立时从我怀里离开，但还是不舍得抓着我衣袖问，母后，儿臣何时还能再见你？灵儿乖，母后去步了承乾宫，也会托工人给你多送些东西，你平日多陪陪皇祖母，不要总记挂着母后。陛下。身后沈爵又轻轻叫了一声，灵儿才松开手，依依不舍地跟他离开。我看着他们渐渐走远，忍不住追上去几步。督公，谢谢你。沈爵没有停留，更没有回头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听到我的道谢。日子一切如常，转眼入了秋。今日有人来通传，我娘亲进了宫，要来万宁宫觐见。宫中家眷若无旨意，是不能轻易进宫的。不知娘亲此次突然过来，所谓何事？